大家好，我是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 Replit Agent，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Replit 的 CEO 是怎么介绍的。他说，写代码呢 ，AI 帮你写可以写得很好，但是呢，这个是不仅仅够的。然后你需要去设置一个开发环境，还有安装一些各种包，然后设置数据库。还有最后呢，还要把它部署出去。那现在Replit Agent 都可以帮你自动来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视频。Making apps is more than just writing code. You need to be able to set up a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stall dependencies, and configure databases. Once you're done with all of that, but now let's test the real product with the ability to search. One of the cool things about the progress pane is that you can learn what it's doing. So we don't want this ever to be sort of obscuring what the agent is doing. It should be fully transparent. This could also be a great way to learn how to build things because the agent is sort of explaining itself as it's doing it. So that's the app. See, that's exactly the kind of landmarks I would expect to see in Foster City, where we are recording this from. It's awesome. And so here you can give it feedback, you can iterate with it, you can give it more features, but I'll just say, yes, it looks great because it works. It's exactly what I asked for. And now the agent will move to the next step. And the next step is adding. 看完上面的视频，大家是不是很心动？那我这边的话也实际体验了Replit Agent 这个新出来的功能。我首先呢，我问他用到了什么技术栈，他呢告诉我他可以用 Flask， 然后可以用 Streamlit， 然后还可以用Best Effort Fallback， 还有 Blockit。我在看到 Replit 放出来的那些例子里面，其实主要就是用到了Flask， 然后还有就是Streamlit， 还有就是基础的 HTML 的语言。那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从创意到可运行的一个程序，因为所有的流程都是在它的这个应用里面。你从自然语言跟他说我要建立一个什么什么网页，到最后他帮你部署出去，速度非常快，整个流程非常顺畅。它也支持手机开发我之前呢用它的手机客户端还做过 Manium 的动画，整个流程操作非常简单。而且 Replit 的 Agent 旁边的话就一直有一个 AI 助手在那里等着你，只要你下达了命令，它就帮你处理，非常方便。现在呢，我来介绍一下我用Replit Agent 做的几个事例。这里呢是和 Gemini 对话，比如说我问他什么是苹果，他会给到我回答。这个的话是直接在公域网络可以访问的，不过后续的话我应该会把它给删掉。那第二个呢是做的一个匿名的一个留言板，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个测试情况。这里的话，比如说我点一下，我输入一个内容，然后咱们到这里来看，这个呢就是这个项目对应的一个数据库。来刷新一下，看看这里的数据，对，已经被保存进去了。所以 Replit Agent 非常好用的一点就是它会自动给你链接到数据库，不需要你再配置。这个网页呢，它做的还是比较漂亮的。然后呢，我是参考了一位网友的一个提示词，稍微改了一下。这个提示词很简单，就是说让他帮我做一个登录页面，用户可以提交他的姓名、邮箱，还有他想要学什么，然后最后点这个 waitlist。这里呢，我也提交了一个数据，这里可以看到，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咱们就是通过 Replit 这个标签页
新开一个标签页，输入 PostgreSQL 就能找到你的数据了。这个页面的话是 Flask 做的，我个人感觉的话是，其实速度快的话，几分钟就能做好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功能完好的，真的能收集数据的一个平台，非常实用的。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极简的一个博客。那虽然极简博客，但内容的话也是能读出来的。稍微来，我们看一下。那在这里的话，就可以新建的文章。现在成功了。那我再看一下这个对，现在也有来了，可能是之前系统不稳定。咱们再到这个后台就能看到这个数据了。我可以刷新一下右侧，你看我刚刚填进去的内容现在就出现了，真的是一个极简的，还没怎么调过外观的一个博客系统。现在我回到了Replit Agent 的页面，我将要和它进行一个实战演示。我现在呢放了一个对话框，我可以和 Gemini 1.5 Flash 聊天。那我这里也放了一个参考的代码。我现在开始创建。这上面的例子呢，就是我根据 AI Studio 里面做了一个问题问答，然后这里有一个 Get Code， 我们先统一一下方案，先让它先做一个基础的。现在左侧呢，它就像 Cursor 一样陆续生成不同的文档。整个界面做起来还是很好看的。右侧呢，它现在开始安装了这个库了。以前的话，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去安装的。那现在模型都给你告诉你，直接自动给你安装了，非常方便。而且它这一切都是在云端进行的，不用担心去破坏到本地电脑。那它现在这个界面已经出来了，界面比较清爽。那我要问它填写，那我在哪填写 API key？ 我们稍等片刻，它出来了，谷歌 API key。那我把密码放进去，稍等一下，它现在又重新启动了。那我现在问它一下，什么是苹果？看看能不能出来结果呢？出来了，很不错。那我现在，它现在出来的都是这种 Markdown 的符标志。那让我让它修改一下。当然，这样的一个程序也可以用 Streamlit 来做。待会儿我们这个尝试好了之后呢，我再让它改成 Streamlit 应用，尝试一下看看它行不行。那 Replit Agent 呢，因为它是今天凌晨刚推出来的，所以呢，它这个速度包括它中间也出现一些故障。那没有关系，但本身这个新事物呢，而且它这个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参考了 Devin 的一个界面。
那我们现在问他一下，速度很快，很快就出来了，而且现在是修改后的，渲染后的 Markdown 的格式，很不错。我现在还想让它调整成Streamlit 应用，很棒，你干得很棒，请帮我把这个应用改成 Streamlit 应用吧。现在他又在思考了，我们等他看结果。他说他会把这个主脚本修改一下，然后去掉不必要的文件夹，然后更新新的一个项目配置。可以看到他这边在操作，他直接用命令行操作了，然后新创建了 requirements， 然后安装了新的一个安装包。我们通过 progress 来看一下，它再重新运行了。那我到这里来看一下，运行了之后加载。现在变成 Streamlit 的界面了。那我问他问题，帮我写一个橘子甜度的算法，用 Python 脚本写。很好，成功运行了。哎，有点问题。帮我写首诗，要欢快一点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首诗写的不错，挺好的。那这个是有点问题嘛？它就一直生成一个结果之后，就一直在重启。好，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程序直接部署出去。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能不能部署成功。它这里要让我们填秘密钥，我这里添加好了。它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看看它有一个AI 的一个建议。它是部署命令的话要调整一下，我们要在这里修改一下，然后现在再部署一下。因为 Streamlit 的话，它运行前是需要 Streamlit 开始，然后再是 Streamlit run 某个文件才行的。一般来说，这种部署2-3分钟就可以部署好了。现在部署好了，我们点击看一下，看刚刚我们在预览的状态下和 Streamlit 对话的时候，连续发送2个问题，它就会自动重启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部署之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已经回答第3个问题了，然后还是没有出现之前的一个重启情况，说明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开发环境和最终的一个生产环境还是有区别的。现在呢，我们再开启另一个挑战，然后在这里输入，这是我提前设定好的一个话题，让它创建一个简单的个人博客网站。我们来看一看效果如何。希望它主页显示博客文章列表，还有单独的文章页面，简单的一个
管理页面，还有用一个存储数据库来存储。那我先不让它添加其他的一个方案，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咱们先来看一下啊，它还是先用 Python， 看样子它是不是还是 Flex 的一个应用。创建的文件都在左边，比如说这下面有 CSS、JS， 然后现在在安装包。Rapid Agent 在这个环境下，它安装各种包，就在线运营会比本地要好很多。它每新开一个仓库，它都是一个新的一个环境，就不用在本地用，比如说用 Conda， 然后开不同的一个环境了。它现在还自己截图来分析。它是有智能的。它为什么名字叫 Agent？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它有自己的一个规划。那现在它这个页面，它让我切换到这里。可以，咱们再回到 Home。那这里出现的问题就是，我刚刚在这里添加了一些内容，然后回到 Home 的话看不到内容了。它现在的话，这个界面不是很好看，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把功能建好之后，最后再让它修一下界面。他说他要调查一下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呢修改主脚本，还有重新启动这个应用。好的，我们再来试一下，新建一个博文，再回到主页，还是看不到。而且它可以一直它自己去重启，然后再重新运行，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我们主要专注于自然语言跟它沟通就可以了。它现在你看，它现在又截屏，它要自己去思考，这很棒。这个例子真的让我，可能它这个功能没做出来，但是我完全看到了它的努力。很感动，要比那个 Coser 还要更聪明一点。那我们现在导航到这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再回到 Home， 还是没有出现。我再让他去调整一下。他现在说要对这个数据库进行一些处理了。你看，让他换一个思路，他就换了。他说他们会测试这个应用。现在就直接建议去部署这个啦，这么快？我来看一下啊。来试一下，然后这里是对的，域名也没问题。可以看到它这里好像固定都设置了一个数据库的 key， 我们让它部署一下，看看行不行。现在感觉下来呢 ，Rapid Agent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很新的事物。还是有很多 bug 要去调整的，但是它的能力我感觉也是慢慢的显露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交互，
各种安装包啊，包括他自己会去思考，还这种能力还是很好的。随着这个，哎，它现在部署成功了，我们点一下看一下效果，看看能不能admin里面我去添加一个。哎，好了，现在这边添加成功了。为什么刚刚在开发环境没有添加成功呢？会不会是和上面一个问题案例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两个环境不一致，然后开发环境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点一下这个，再回去，然后看一下这个。哎，对，内容对了，很好哎。Rapid 的 Agent 很棒，在之前开发环境下测试是有问题的，但是部署出去反而可以用了，很有意思啊。哎，这样可以了，因为它直接是直连的一个数据库，所以呢，这完全如果说你不注重外貌的话，然后你完全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你的帖子一个发布，极简的一个帖子博客。当然，功能缺失还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没办法编辑啥的。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提示词呢，就是说做一个 landing page， 然后可以收集到名字、邮箱，还有说什么课程想要学习的。这个提示词呢，我是参考一个 Twitter 的网友，他做了一个网页，我觉得效果不错，就想改一改它的提示词，看看生成的结果如何。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先让它完成基础的一个任务，后续的话功能在后加。这个应该也是 Flask 程序，不知道 Replit 什么时候上 Nest.js 和 React。就目前而来 ，Winning Chat 的 Nest.js 和 React 做的是真棒。大家还记得开头这个页面呢？这个页面呢，就是我让Winning Chat 来做的，但是 Winning Chat 里面不支持放这个这个视频，所以我改到本地了，让它运行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它已经给我们安装了一些包，它正在重启，又在编辑软件。它现在这边它截图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它这里基本的一个情况都已经展示出来了。我可以让它页面变得更美观一点，让它调整一下 CSS， 因为它这个是数据库呢，它都是内置了一个 PostgreSQL， 所以它的数据连接还是很方便的，不需要我们配置。我们回到 Progress， 可以看到它进行了哪些修改。我个人觉得，对于之前没有接触过编程的人来说，使用特别友好。对于就是已经接触过一段时间 Coser 的人来说的话，这个使用方面的话，现阶段这个 Rapid Agent 的使用上面是有点慢，有点不是那么好。但是它的部署流程真的是非常流畅，而且和数据库结合的功能非常棒的。假设我要做一个收集表单，虽然我们也可以用各种飞书收集什么的，但是如果说你不用别的设置，你就是对着电脑用自然语言说2-3句，假设2-3分钟就给你做出来了，而且是按需定制的，那岂不是要比飞书的设置更简单？它现在设置成这样了，觉得还行吧。
咱们先让它部署一下，看看能不能一次部署成功。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数据库的一个设置都是内置的。我们直接点 Deploy， 这速度很快，已经第3个阶段已经完成了。就是它现在这个页面做的没有 React 的好看。然后现在已经部署成功了，咱们来点进去看一下。哎，跟刚刚我预览的看到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页面现在好看多了。还有，哎呀，这个模式没咋好用。现在不错，挺好的。把 logo 这边改一下，就可以输入名字。哇 ，great！ 我现在发现它的就是生产，开发环境下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的。你看生产环境部署出来没问题了，但是开发环境部署的时候预览出了问题。那我们刚刚提交了名单之后呢，现在就可以在这个项目的一个标签页 Postgre SQL 里面找到了，这是我刚刚填的一个测试的信息。怎么样，是不是很棒？最后呢，来总结一下 Replit Agent 它的一个优点，它自带一个数据库，然后呢，它是全流程自动帮你去写代码、安装各种安装包，然后是自动帮你做测试，而且它还会反思。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新颖而且很神奇的一个工具，希望大家都来体验一下。谢谢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我们下次再见。